叙利亚反抗军一路推进，俄罗斯面临两难选择：战还是逃。叙利亚战场，反抗军与政府军的交火，结果有些出人意料。反抗军一路推进，11月30日进入阿勒颇，12月5日占据哈马，目前已经进入霍姆斯，距离大马士革仅一步之遥。叙利亚政府军不断后退，也为俄罗斯造成了很大的问题。赫梅米姆空军基地与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已经进入反抗军的打击范围，目前已经有消息称，俄军舰艇正在撤离塔尔图斯。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俄罗斯在叙利亚有多少军事基地，叙利亚内战时对俄罗斯会造成什么影响，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放弃叙利亚。自从2011年以来，俄罗斯就一直在干预叙利亚内战。不过最开始的时候，俄罗斯并没有进行军事干预，仅仅在后勤和改善军事体系方面支持叙利亚政府军，顺带在国际论坛上声援。直到反抗军占据叙利亚1/3的地盘后，叙利亚政府要求俄罗斯实施军事干预。于是，从2015年9月底开始，俄罗斯空军就开始对反抗军进行空袭，并在叙利亚部署军事基地。从2015年到2018年，俄罗斯空军的飞机出动了3.9万架次，并有超过6.3万名俄罗斯士兵参与了战争。俄军从叙利亚撤军之后，这些军事基地也保存了下来。不过，在2020年叙利亚暂时停战之后，俄罗斯将在叙利亚获得实战经验的部队派往乌克兰。乌俄战争开始之后，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设施的数量从132个下降至105个。截至2023年中期，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设施包括20个军事基地与85个军事据点，不包含检查站、军营和军事巡逻队。这些据点大部分集中在哈马、哈塞克市和拉塔基亚市。2023年10月，以哈冲突升级，加上黎巴嫩与以色列摩擦不断，俄罗斯在叙利亚南部靠近德拉和库奈特拉的地区重新建立了军事据点。也正是因为中东局势升级，从2023年至2024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据点从105个增加到114个，人数大约在3000至5000人之间。在军事基地方面，俄罗斯主要的部署就是赫梅米姆空军基地与塔尔图斯海军基地，二者已经进入反抗军的打击范围。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在叙利亚有21个军事基地，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俄军2017年从叙利亚撤军，但是赫梅米姆空军基地与塔尔图斯海军基地保留了下来。根据俄叙两国的协议，俄军可以无限期部署在赫梅米姆基地，该基地是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主要空军基地，位于拉塔基亚，拥有大约35架战机和80架无人机、侦察机、攻击直升机以及 S-400防空系统一个不少，并且赫梅米姆基地还设有隶属于俄罗斯第4军区的情报中心和地面部队，其任务就是对叙利亚反抗军开展军事行动。由苏35等战机组成的空中力量对付防空力量较弱的反抗军，堪称降维打击。除了起降飞机之外，赫梅明空军基地也是俄罗斯在叙利亚空中行动的指挥中心。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则是俄罗斯唯一一处在地中海地区的军事基地，也是俄罗斯唯一一个在国外海军基地，由俄罗斯地中海特遣部队管理，储存物资与燃料，主要用于维护和修理俄罗斯海军的舰艇，并部署了 S-300防空系统、冷堡岸基导弹系统等。根据苏联与叙利亚政府20世纪签署的条约，俄罗斯可以在塔尔图斯拥有一处海军舰队保障基地。2017年的时候，俄叙签署了补充协议，俄军可以在该基地附近海域同时停泊11艘军舰，其中包括核动力潜艇。俄罗斯可以无偿使用塔尔图斯海军基地49年。在协议到期之前，如果俄叙双方均未提出停止履行该协议，协议将自动延期25年。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则是俄罗斯海军的重要支撑点，可以为乌俄战场上的俄军负责物资运输，也可以利用该基地将力量投射到北约南部以及中东和非洲地区，并接制北约部队的活动，或者威胁地中海区域的北约军舰。其他军事基地还包括卡米什利机场基地，位于叙利亚东北部的卡米什利市，驻扎了上百名俄罗斯士兵，其中包括专家、情报官员和顾问，并设有监听站，主要用于指挥作战。虽然俄罗斯在叙利亚部署有军事基地，但是一般情况下，俄军士兵还是与政府军一同行动，从而减少己方的伤亡。在霍姆斯郊区，俄军部署有沙伊拉特机场基地，驻扎有作战直升机，负责为俄罗斯在叙利亚最大的天然气厂叙利亚国内的天然气田提供空中防御能力。哈萨克省卡米什利地区也有一个军事基地，该基地靠近土耳其边境，负责维护边境地区的稳定，部署有俄军侦察部队的装甲。
与侦察无人机代尔祖尔地区的基地是俄罗斯特种部队的驻扎点，用于支持政府军对反抗军的作战行动。在阿勒颇省还有一个由叙利亚空军与俄罗斯空天军共同使用的基地，不过有消息称已经被反抗军占领。此外，还有库韦雷斯机场部署了俄罗斯地面部队以及雷达站，可以侦察远处的空中目标。该机场部署有跑道，也可以当做俄罗斯飞机的备用机场。扎因阿比丁山基地负责电子战，部署有俄罗斯的电子战部队与导弹发射器。霍姆斯东部的季亚斯空军基地属于直升机与无人机的部署地点。军事基地的数量太多，火力军就不一个一个盘了。最重要的是，叙利亚内战已经导致俄罗斯进退两难，并且俄军舰艇正在撤离塔尔图斯。就战力而言，以往的叙利亚反抗军会给人一种散兵游勇的感觉，但现在不一样了，无人机玩的贼溜，已经可以熟练使用穿越机实施精准打击，比如钻进库房炸毁叙利亚政府军的装甲战车。火力军有理由怀疑乌克兰只是当了一次老师。根据基辅邮报的报道，在2024年5月份的时候，乌克兰军情局特种部队就潜入叙利亚北部，对反抗军进行指导训练，目的就是转移俄罗斯部分资源，打乱俄罗斯战略的部署。比起在乌俄战场与叙利亚战场间分兵，减轻乌俄前线的压力，事实上，反抗军的确做到了。当前的叙利亚战况就是反抗军一路推进，政府军一路后退。目前，反抗军已经进入霍姆斯，这也意味着赫梅米姆空军基地与塔尔图斯海军基地的交通线即将被切断，反抗军随时都会对其进行打击。在进攻政府军时，反抗军缴获了大量的装备，不仅有 T90、铠甲 S1、山毛榉，还有 BM-27 飓风、BM-30 龙卷风。这是反抗军首次缴获远程火箭炮，其中 BM-27 发射火箭弹射程可以达到40公里，而 BM-30 的射程可以达到90公里，已经可以威胁赫梅米姆空军基地与塔尔图斯海军基地。虽然反抗军缴获的 BM-30与 BM-27状态不太好，也没有火箭弹，短时间无法构成太大的威胁，但之后就不好说了。反抗军后面有人，稍微给一点弹药就够用了。按照以往的经验，这个时候就需要俄军出场力挽狂澜。但是现在的俄罗斯已经自身难保了，本土频繁遭受美制导弹与乌军无人机的袭击，乌俄战场也成为了一个泥潭，需要不断投入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俄军是否选择调遣兵力进入叙利亚就成了一个难题，需要考虑兵力如何分配，能否及时到位，以及后续补给能否跟上等一系列问题。如果俄罗斯想要支援塔尔图斯海军基地，最起码需要数周的时间才能抵达。在2024年2月之前，俄罗斯的运输船还定期在黑海航行，被称为叙利亚快车。只是当前的黑海情况，各位也都清楚。由于乌军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俄罗斯的舰队都跑了，运输船那就更不可能继续航行了。如果俄罗斯想要安全地支援塔尔图斯海军基地，船只必须绕着欧洲航行到波罗的海。如果选择继续在黑海航行，乌军的自杀式无人艇就来任务了，算是一种另类的围点打援。就火力军而言，援助叙利亚会导致俄罗斯的经济问题进一步加剧，也会影响到在乌俄前线的布局。不过，目前有消息称，如果局势进一步升级，不排除俄军会进一步增加兵力，比如俄罗斯在非洲的部队可能会部署到叙利亚，只是少量的雇佣兵并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且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俄罗斯正在向叙利亚派兵，反而有消息称俄罗斯正在考虑撤离距离前线较近的军事基地，甚至有媒体报道俄罗斯海军的舰艇正在撤离塔尔图斯海军基地，或许将从地中海驶向波罗的海，并在阿尔及利亚或利比亚寻找临时的安全港口。这就要考虑另一个问题了，如果俄罗斯不管叙利亚政府军，会造成什么后果？对于俄罗斯而言，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多年的经营就付诸东流。2014年底，俄军进入叙利亚维持秩序，保护俄军租借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2015年9月正式作战，一直到2020年叙利亚停火。俄罗斯宣称自己在叙利亚花费了数十亿美元，但根据美国等国家的统计，俄罗斯在叙利亚作战的各方面开销，包括间接开销在内，已经高达200亿至300亿美元。在乌俄战争开始之前，俄军一年的军费也就500亿到600亿美元，而花在叙利亚身上的钱平均每年50亿美元，占俄罗斯军费的1/10。如果放弃叙利亚，这一切都将成为泡影，并且俄罗斯在中东的布局也被严重破坏。如果撤离塔尔图斯，那么俄罗斯就失去了在南欧与北非的实力投射。
至于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地中海的通道，那还要考虑土耳其是否愿意。所以对于俄罗斯而言，虽然苏联的解体导致其无法控制中东地区和地中海局势，但是只要叙利亚还是俄罗斯的盟友，就还有机会重返地中海。除了这些，对于俄罗斯而言，叙利亚还是其中东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占到俄罗斯阿拉伯国家贸易总额的20%。地缘政治、贸易伙伴加上盟友，俄罗斯不会轻易放弃叙利亚。具体动作如何，火力军将持续关注。总的来说，反抗军发动进攻的时间非常巧，正好赶在以黎达成停火协议，并且以色列还加大了对叙利亚的空袭。从地图上看，以黎停火协议生效后，黎巴嫩真主党的部队需要撤到利塔尼河以北，无法南下向叙利亚政府军提供支援。另一边，伊朗需要应对以色列的袭击，援助能力大幅下滑。俄罗斯也深陷乌俄战争，所以对于叙利亚政府而言，当前的局势并不算乐观。据贝尔塔新闻援引白俄罗斯高级官员根纳季·莱佩什科的话报道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正在计划建立3个训练中心，共同训练士兵，地址分别在白俄罗斯的赫罗德纳州、俄罗斯的夏诺夫哥罗德州和加里宁格勒州。此外，据白俄罗斯官员还表示，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已经签署了160多项军事合作协议，双方将为训练中的士兵提供最新最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白俄罗斯作为盟友没有直接参与乌俄战争，但它却允许俄罗斯将其领土用作对乌克兰行动的集结地。此外，白俄罗斯还在其领土上部署了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器。同时，据白俄罗斯调查中心11月下旬的报告显示，俄罗斯军队于2022年夏天在白俄罗斯小镇纳鲁利亚设立了一个酷刑室。报道称，乌克兰的被扣押人员都被关押在这里。既然说到这儿了，火力军再告诉大家一个震惊的消息。据基辅独立报报道，扎波罗尔州州长伊万·费多罗夫12月4日在 Telegram 频道上表示，被占领的第聂伯罗鲁涅镇市长叶夫尼·马特维耶夫已在俄罗斯被扣押期间被折磨致死。费多罗夫州长称，在战争初期，俄军就占领了扎波罗尔州东南部城镇第聂伯罗鲁涅，并对市长进行了扣押和酷刑。据悉，马特维耶夫在被扣押中度过了2年8个月，然后去世，而他的遗体则在最近的交换中被送回乌克兰。据基辅独立报12月5日报道，一名34岁的哥伦比亚男子因涉嫌在俄罗斯的指导下计划破坏关键基础设施，而在罗马尼亚被捕。据悉，这名嫌疑人于10月13日被拘留，目前处在审前拘留状态。他被指控危害国家安全，目前此案正在布加勒斯特上诉法院审理。如果罪名成立，根据罗马尼亚刑法典第403条，该男子将面临10至20年监禁。米歇尔·巴尼耶在今年9月5日由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命为法国总理，结果在12月4日遭到国民联盟和新人民阵线的联合阻击，以331票通过不信任议案，罢黜了巴尼耶组建的联合新政府。巴尼耶政府成为了60多年来首个因不信任投票被迫下台的法国政府，而他本人也成为了法国现代史上年纪最大、任期最短的总理。至于巴尼耶被罢免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在12月2日使用了一种很少使用的宪法机制，即启动宪法第49.3条赋予的行政权，试图在不经议会批准的情况下推动有争议的2025年预算。他表示这是为了维护稳定，但该预案草案旨在削减财政赤字，包括600亿欧元的增税和削减开支政策，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没有得到国民联盟和新人民阵线的支持，因此被罢黜。目前，法国总统马克龙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他正在寻找一位能够扭转局面的新总理，以抵制越来越多的辞职呼声。马克龙甚至希望在12月7日就有一位新总理任职。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欧洲防务局发布了相关数据，显示欧盟国家历年来的国防开支，其中在去年，欧盟国家的国防开支为2790亿欧元，较2022年上涨10%，但是在国防投资方面就支出720亿欧元，占其中总支出的26%。这些资金大多用于研发和采购新式武器、系统和其他装备。欧洲防务局表示，预计欧盟国家在今年的国防开支将上升到3260亿欧元，其中国防投资占总支出的比重可能会创下31%的记录。另外，去年有8个欧盟国家达到了北约设定的国防开支标准，即国防开支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按占本国经济的比重来看，波兰是支出最高的国家，随后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希腊、立陶宛和芬兰。除此之外，还有20个成员国达到了国防开支中20%用于投资的基准。
例如卢森堡以 59% 领先，爱沙尼亚为 46%， 芬兰和波兰为 45% 等。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北约已开始规划自身的无人武器部队，旨在保护波罗的海和地中海地区的关键海底基础设施。首先是无人舰队方面，该舰队现处于早期阶段，预计第一步将实现水面计划，后续则需要实现水下计划。目前这一项目已获北约海上部队中央司令部支持，后续将由美国海军第59特遣队提供技术和经验支持。第59特遣队于2021年设立，是一支致力于在美国海军第5舰队作战区域整合无人系统和人工智能的部队。截至上个月，该部门已试用、升级和试验了超过23种不同的无人系统，具有丰富的无人武器经验。其次是无人机队方面，相关的任务组已在11月初的数字利爪演习中成功发射了一枚游荡弹药，并测试了无人机从无人舰艇上垂直起降的可行性。预计在下一次北约峰会前将会正式启动无人机监视机队。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美驻日太空军已在东京横田基地正式成军，未来将隶属于美国太空军印太指挥部，负责向所有驻日美军军种提供有关太空监控以及与太空有关攻击的信息与能力。它将与日本防卫省、航空自卫队以及宇宙作战群等相关机构进行协调作业，扩大美日同盟安全合作领域。据战区报道，美陆军计划对阿帕奇直升机进行技术升级，目前正测试在其机翼上加装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从而提升该直升机的侦搜和作战能力。与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不同， AESA 雷达由数百个微型雷达模组组成矩阵，能以电子方式快速扫描目标，具备更高的可靠性、更远的探测距离和更强的抗干扰能力。此外， AESA 雷达还能同时执行多项任务，例如其能同时监控地面和空中目标，还能克服恶劣的天气环境，并运用 AR 技术提供实时地形导航，协助飞行员规避地形障碍等。美军的这项测试为期3周，将在阿拉巴马州的雷迪斯通兵工厂运行。测试目标包括机车、卡车、战车、直升机、无人机等，旨在评估雷达在不同环境下的性能，验证与其他系统的整合性，并为后续的量产和部署提供关键数据。如果测试成功，这款 AESA 雷达未来可能应用于黑鹰直升机、支奴干直升机以及未来的远程突击机等多种平台。据自由时报报道，鉴于无人机作战的优势，美陆军已决定采购新型的无轨式移动靶具，并由普瑞特米勒国防公司生产，分为步兵型和车辆型2种型号，均采用了 GPS 导引技术，并由电池驱动。其中步兵型时速可达每小时 19.3 公里，车辆型则可达每小时 48.2 公里，并能抵御 5.56、7.62、12.7毫米弹药的重复射击，更搭载有区域导向命中侦测系统以及无线网络。受训士兵能够借此得到实时回馈，因此与固定靶相比，该靶具的训练效率更高。值得一提的是， TMT 靶具此前用于美空军救护队的野战射击训练，而美陆军则是于今年4月在北卡州自由堡进行实地考察后才决定下单采购，预计明年夏季起 TMT 靶具就能陆续投入美陆军以及国民兵各州的训练中心使用。据海军新闻报道，美国通用原子电子系统公司近日获美国海军重大合约，将在5年内开发创新型的远程机动投射弹。据悉 LRMP 的射程高达120公里，几乎为传统火炮射程的4倍。其采用创新的鲁洛三角形弹体设计，并可按需加装不同的功能配置，能执行远程打击或侦搜任务等。其在 LRMP 发射后会爬升到距地面12至14公里的高空，随后会展开内建的折叠式机翼，使其如微型无人机般滑翔，并可根据目标位置进行轨道调整，从而提高命中率。此外 LRMP 还配备有主动导航系统，即使在无 GPS 支持的情况下，也能精准攻击目标。同时，其还可完全兼容现役的155毫米火炮系统，这意味着美军可在不更换现有装备的情况下，也能扩大作战范围，并降低采购与部署成本。目前 LRMP 已在犹他州的杜格威试验场完成多项关键测试，未来5年将持续优化，以适应不同作战平台需求。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会放弃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